現在要跟大家講的是動畫的核心概念與12法則。那我們要跟大家講到的是，在動畫裡面有主要分三個很重要的，就是姿勢，然後時機和 motion。那這三個是動畫的核心支柱。那不論是在制作角色動畫，或是追蹤人體生物力學的時候，這些都是共同決定了身體的動作速度跟路徑。好，那這些三個合起來呢，也是成为我們動畫的 animation。好，那基於這三個部分，這三大核心，我要再把它拆解成我們常聽到的動畫12法則。那動畫12法則是來自於迪士尼動畫師奧利強斯頓跟弗蘭克托馬斯在1981年所出的關於迪士尼動畫的一本書哈。那這個法則很普遍的被採用，那現在也是很多動畫業界的學習基本啊。那大家在學動畫的時候，最重要的其實不是軟體操作，而是你們你們要去想說，為什麼這個動作看起來是活的？那而動畫12法則就是動畫師在長時間裡面整理出來的一套讓動作有生命感的一套規則。那這個這個法則呢，它可以讓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去理解所謂的重量、慣性、節奏、情緒跟表演。那今天我會把它拆成兩個部分來講。那第一個部分呢是擠壓與伸展，那這是動畫法則最核心的法則之一。那它代表的是說，物體受到力量的時候会產生形變。那在形變，例如，球掉到地上的時候會被壓扁，起跳的時候身體會拉長，那臉部表情會有變形。那重點呢不是變形的本身，而是讓觀眾感受到我們在做動畫時的力量跟重量。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動畫，你看它在動的時候啊，它是擠壓在伸展，擠壓這樣子的那個來回的跳躍哦。那在 Spline 裡面的應用啊，我們是用骨頭去做縮放，這些都是可以獨立控制的，用縮放來做那個擠壓與變形。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圖片，去選擇 Mesh 去做變形，或是用曲線去變形它。那用這些三種的方法，它都是在做擠壓與變形。然後像角色的呼吸、頭髮晃動跟衣服的彈性，啊，或者是例如說肉的彈性，例如你比二头肌在用力的時候，你的肌肉也是在擠壓與變形，這些都是跟那些是相關的。好，再來第二個預備動作，我們在做所有的大動作之前啊，通常都會有一個反方向的小動作，例如出拳之前會先起手，會收手，然後跳躍之前會先蹲下，對，這些就是預備動作。然後轉頭之前呢，你可能會要準備轉頭，所以你會有個微微的反方向轉頭過去，這就是預備動作。那這個動作最主要是要讓觀眾去理解說，這個角色接下來要做的是什麼。那它的作用是可以讓動畫更自然、更有力量，而且也會更容易去閱讀，它的動作含義。那例如說，嗯，我今天在玩遊戲的時候，我要去這個 BOSS 準備要來打我了。那他在打我的時候，他會先把他的武器舉起來，以後蓄力再往你這邊打下來。他如果是直接臨陣出手，那你肯定會措手不及。那在現實中也不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就算是槍，你也需要先舉起來，瞄準再發射。所以這些都是預備動作。
然後再第三個演出與構圖 （staging），那也可以講說是演出方式。那演出方式呢，我們可以理解成，你想讓觀眾看哪裡？那不是只有做動作，它是一個資訊傳達。例如說，你的角色的情緒轉變、喜怒哀樂，然後他正在說話、正在攻擊啊，哦，那這些都是觀眾注意力要被引導的地方。那在畫面演出方式的重點呢，包括了動作方面，动作方向，畫面的重心，然後姿勢，還有視線引導。那在 Spine 裡面，我們會透過 pose 跟 timing，還有動態節奏，讓角色的表演會更清楚一點。就例如說，我們會假設這個角色在跟你們打招呼，他揮手，那他揮手的時候，他舉起來是比較慢。那你會透過預備動作之後，哦，他要舉手了，那一舉起來，在揮手的時候，你可以理解到說，哦，他是個開心的狀態，他在歡迎你們聽這堂課。那你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演出方式是怎麼樣，那這個 layout 是怎麼樣。不過，因為我想再舉一個例子，就像是《天外奇蹟》。《天外奇蹟》可能各位都看過，卡爾爺爺在跟他妻子的前面那段故事。他那段故事裡面，他就採用了很多不同的敘事方式。那例如說，卡爾爺爺他們全家都是方形的頭，然後他老婆都是圓形的。那他們方形的頭，然後加上他們的那個性，會讓人把呃方形的頭很像石頭，很冰冷的那種個性演示出來。那他妻子圓形的，那他們家就是很熱情、很圓滑的。然後後來的幾個分鏡啊，你又會在其中看到很多光影的表現啊，打光的顏色啊，可以去看出他們的故事的快樂、悲傷或是平淡這些的情緒演出。那這些就是在包括這全部演出方式裡面。好，那演出方式就到我這邊。好，再來第四個是 pose to pose，就是接續動作跟關鍵動作。那以我們畫面來看哈，我們接續動作就是一直畫，直接一路做下去，就是直接從例如說我做動畫的時候，我會直接從這樣舉起來，直接做到這邊做出去，我會直接從頭做到尾，我會這樣連着這樣做下去，那很流暢，但是它也自然，然後是有意外感，就直接去做的。可是它有個缺點，就是它很難控制。那沒有一定經驗的人，其實很難去用那個接續動作 straight ahead 去做這個東西。那我會建議各位在一開始做動畫的時候，用 pose to pose 的方式去做。要 pose to pose，它就是先做個起點，然後再去做終點，然後起點，然後再去做終點，這樣子。以我們剛剛跳為例，那再去做中間的 key pose 關鍵動作。那關鍵動作就是把它動作最極限的那個狀況畫出來。你看，他先蹲下跳，啊，浮空下來，再回到正常姿勢。你要先把這些做好以後，再去串起來，做裡面中間的那個補肩就可以了。它就會是一個這樣的動作，會是一個很流暢的動作。那在我們平常做動畫的時候啊，只要有任何演出，其實大部分都會是 pose to pose 比較多。那會用那個 straight ahead 就接續動作來做的時候，比較偏向像呼吸動作。假如說呼吸的話，它就是做一個來回，然後就把中間東西補完。那當然有經驗的話，其他動作也是可以直接
用接續動作直接從頭做到尾。但是最基本我們還是會 pose to pose 去控制說我們的 pose 要怎麼樣，然後再去調整它的 timing、它的節奏。那這在遊戲動畫裡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後再來呢是跟隨動作，還有重疊動作。這個法則是在講說，講的就是我們以前曾經學過的慣性動作。那例如身體停下來的時候，頭髮還在晃，衣服還在飄，或者是我們坐電車的時候，電車或公車的時候，公車剎車了，我們人會往前，那公車一起步，我們人會往後，那這就是慣性，那也就是跟隨動作。那還有一個就是那個重疊動作。那重疊動作呢？我們這第五個裡面會講，分兩個啊，跟隨動作跟重疊動作。那這個法則主要是在講說慣性這件事情。那我們講到慣性，我們就會想到說，假如說身體停下來啊，那我們的頭髮還會晃，衣服可能還會飄，配件身上的配件，假如說鑰匙圈，那還會有慣性在晃動。那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在坐公車的時候，公車停下來啊，我們人會往前，公車起步的時候，我人會往後，因為東西總是先動，那個總是有個東西會先動，有個東西會後動。那在重疊動作上面也是，不同部位不會同時動。例如說，我們出拳的時候，我們會先帶動我們的腰部，腰部動，再來是肩膀，再來是手。我們並不會全部一起，我們一定是有個連續性的。那這就是重疊動作。那或者是說，我們別人叫我們的時候，我們要轉頭，那我們可能會先聽到以後，我們可能會頭先動，或眼睛先動，頭轉過去以後，身體再跟着轉過去。那這就是重疊動作。所以重疊動作跟隨動作就是在這第五點裡面，它會讓動畫是更自然、更有層次的一個關鍵。那這也是在頭髮動畫、衣服動畫或是 secondary motion 裡面最重要的基礎。然後第六個法則 ，slow in 跟 slow out 就是我們的那個漸快與漸慢。那漸快與漸慢在現在的這個畫面演示上面呢，你們也可以看到它先由慢至快，然後再是由快至慢。那現實生活中啊，我們的動作不會非常瞬間的開始，也不會瞬間停止。例如說我們在騎車或開車的時候，我們車子一定是慢慢的開始到加速，然後再來是慢慢的減速到停止。那動作通常會起步比較慢，中間最快，然後再停下來或是慢下去的。那這個法則呢，它可以決定的是你動畫裡面的重量感。那你要去做這樣的調整的地方，就是你的曲線。你的曲線裡面都是可以控制的速度。那像我們漸快漸慢，你曲線就會像這樣，它畫面像這樣，那個小火山這樣。所以，目前我們的 Part One 的結尾了，前面六個法則涵蓋到動畫最核心的東西，就是重量、慣性、節奏還有可讀性。那這邊偏向。